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露思泰国舞台判若两人，曾抑郁到不敢出门，如今活成了自己。人设崩了，我觉得吧，跟人设崩了比起来，这次赵露思在泰国舞台上，更像是从壳里蹦出来的那只小刺猬，刺儿全竖起来了，还挺有劲儿。说实话，刷到那个泰国演唱会直拍的时候，我是愣了2秒的。屏幕里那姑娘，黑色抹胸束腰勒的腰线老绝了，超短热裤配上长腿，一抬头眼神特野。坐在透明椅子上跳椅子舞，那姿态吧，真有点韩系女团那味儿了。有评论说，我以为是 Lisa 上场了，这话有点夸张，但你要说一点都不像吧？我也说不出口。灯光一打，紫粉色一烘托，她那种我就这么美，你爱看不看的镜头，确实跟以前那个软糯甜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而网友最爱干的一件事，就是截对比图。左边是她以前在国内活动上，小碎花、小公主裙、小吊带，外面还要罩层纱，笑得像邻家妹妹。右边是泰国这次抹胸、束腰、热裤，丝袜上还写着 Just Seeing You。一坐下就是椅子舞，动作一大，妆一浓，气场直接不一样。我就纳闷了，好多评论底下开始扣帽子，尺度太大了吧，走辣妹路线了，不适应。有些话说的挺冲，是不是为了出圈啥都敢整？看得我是真有点醉了。而你要是把时间线往前倒一倒，这反差就更有意思了。公开报道里，赵露思是2023年前后被爆出抑郁状态的，那会儿各种采访，她整个人就透着一股气儿不太够的感觉，眼睛是笑着的，但那种亮度，你看多了艺人就知道差在哪儿。那阵子媒体写她疑似抑郁在调整状态，粉丝在评论区一水儿的。露思好好休息，别太拼了，生怕她哪天就崩了。知情人士跟我聊过，说她有一阵拍戏收工，坐在监视器后面，突然就掉眼泪，谁问也不说，化妆师给她补妆都不太敢抬头看。而网上还有人爆料，她那段时间连出门逛个超市都要犹豫半天，怕被偷拍，怕被人认出来乱说话。整个人缩得跟胡同口那只被小孩吓过的猫一样，门口探头探脑，阳光都不敢多晒2秒。你再看这次泰国舞台，人家大大方方穿着抹胸和热裤，台下全是举着手机的观众，灯打得晃眼，摄像头对到脸上，他还能在那儿对镜头勾个嘴角，眼神往上一挑，腿往前一伸，动作又稳又辣。我当时就想，一个连出门都会紧张到心慌的人，要多少勇气才能在异国舞台上跳椅子舞，还不怕走光，不怕被截图放大，不怕回国被骂放飞自我，这才是重点吗？网上有人把这次演出定性成走性感路线，尺度放开，我倒觉得这是他跟自己打了一场翻身仗。尺度大不大是一回事，他敢不敢是另一回事。要知道，在国内他这些年就是被甜妹3个字绑得死死的，哪次营销不是古灵精怪软萌可爱邻家小甜妹？他自己在采访里也说过，有一阵子很害怕被说你怎么变了，你不适合走这个风格。说到底就是人设像一层透明保鲜膜，看着保护你，其实乐得你透不过气。我身边有年轻小演员私底下吐槽过，有时候造型师拿来一套衣服，我心里是喜欢另一套的，但是会问经纪人一句，粉丝会接受吗？粉丝爱看什么？品牌爱什么？平台要什么？最后艺人自己喜欢什么，反而排到老后头去了。而抑郁这东西，别看2个字，折腾起来比通宵拍戏很多了。你想啊，大众对明星有一点迷思，挣得多，住得好，化妆师、保姆、司机一条龙服务，怎么还会抑郁？
可真到精神健康这茬，钱包厚不厚真不太管用。媒体之前也反复说过，演艺圈情绪问题挺普遍的，焦虑、失眠、抑郁不稀罕。高强度工作，被镜头放大，随时被评价，换谁都得撑一口气才敢出门。尤其女艺人，稍微胖2斤，热搜词都是发福，瘦1点，又有人说病态。你说怎么选？说实话，看赵露思这次穿黑色紧身衣，露长腿，动作又大又豪放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哇好辣，而是这人恰回来了。那种松弛感，不是摆个 pose 能装出来的。你坐在透明椅子上扭腰，哪怕心里有一点点不自信，肢体都会绷着，表情都会假。而他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敢玩，敢跟伴舞对视，敢把腿伸出去，敢露出自己流汗、喘气的样子，不怕被截成丑图合集。这才是从情绪泥潭里爬出来的信号。当然，争议也是真有。有人说他出国就放飞，在国内装乖，在国外解锁真面目。我就想问一句，难道一个人一辈子就得只活一种样子？24小时甜妹营业，谁受得了啊？文化差异也确实在那摆着。亚洲娱乐圈里，日本、韩国、泰国舞台表演，露肩露腿、劲歌热舞太正常了，人家观众更看重舞台效果和表现力。国内这几年也在慢慢接受多元风格，但舆论氛围还是偏保守一点。尤其到了女艺人身上，尺度这3个字老被无限放大。你看啊，男艺人健身晒腹肌，评论区清一色哇好自律哥太帅了。女艺人穿个紧身衣露个腰，底下立刻有人开骂别带坏未成年，有必要露成这样吗？这种双标，咱说句公道话，挺扎眼的。而我也理解部分观众的不适应，很多人是从他早期甜甜的偶像剧认识他的，心里默认他就是那种笑起来像小太阳的类型。现在突然整一个暗黑辣妹风，劲爆舞台妆，脑子里那个标签一下对不上号，人就容易条件反射。这是不是团队在刻意转型？是不是有资本在推这种路线？但你要是把他那段抑郁经历放进去看，会发现故事味儿完全不一样。以前他怕镜头，怕人群，现在敢在外面开麦唱唱跳跳。以前他连微博回复都少了，现在敢在社交平台发一些更自嘲、更放松的内容。你说这是变坏了，我反而觉得更像是长成大人了。圈里人私下都知道，一些艺人扛过精神问题之后，性格会发生挺大的变化，有的更沉默，有的更佛系，还有的突然开挂，开始优先考虑自己感受。就那句话，活过一回大病的人，很多事就看开了。所以我挺能理解他这次想在泰国舞台上来点不一样的，远离国内舆论。语言不通，观众大部分不是自己死忠粉，反而没那么多包袱，穿衣风格也更开放一点。对他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心理上重启的现场，像给自己办了个小型成人礼。当然，有人还是会担心，说他回国后会不会被骂惨，品牌方会不会有意见。我觉得吧，这就看他和团队的选择了，是继续在甜妹和辣妹之间摇摆，还是干脆承认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活在一个滤镜里。从媒体报道看，他这2年戏路也在尝试变化，不再只接同一种类型的角色，这跟舞台风格同步调整，其实挺合理。演员也好，歌手也罢，都是吃观众饭的，但你老让人吃清粥小菜，不带点辣椒，观众也腻味。话说回来，我更在意的是，咱讨论一个女艺人的舞台，能不能不总卡在露不露、辣不辣这种级别上？她之前和抑郁死磕那么久，现在愿意站出来、跳出来、笑出来，这是挺难得的。而很多人评论一打开，直接跳过过程，
只盯着他露了几公分腿，这视角也太窄了点儿。娱乐圈本来就是情绪集散地，明星的喜怒哀乐放大给全国人看。赵露思这次在泰国舞台上的转变，对我这种长期盯娱乐热点的人来说，更像一个标志。精神健康这个话题，真的该多聊聊了。抑郁不是设定，康复也不会自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很多时候，人走出来以后，样子就是会变的。有人走出来变得更安静，有人走出来变得更疯一点，更野一点。他选了后者，那也没什么问题。谁的人生不是边撞墙边学会拐弯呢？所以啊，我反倒挺期待他回国之后还能保持这股自信和松弛。你可以继续演甜妹，但你有权利在舞台上当辣妹。你可以今天穿小白裙，明天穿黑抹胸，这不叫人设崩，这叫人终于活成自己了。观众爱看啥？说到底，爱看真情绪。你舞台上那种老娘今天状态好着呢的劲儿，比精修10集滤镜管用多了。要我说，露丝这回不只是露了腿，更重要的是，把自己从那层甜腻腻的保鲜膜里扒拉出来一点。至于别人爱不爱看，他估计也到了能说一句您愿意看就看，不爱看也行的阶段了。挺好，倍儿靠谱。